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技术分析的本质是什么。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大部分股市中的散户都是赔钱的。结论先说，技术分析就是一群骗子发明的把戏，用来培养韭菜然后收割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从第一个主题，算命开始说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命的经验？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就会发现，古今中外所有的文明都存在算命，而且都非常兴盛。而且对算命的狂热跟宗教无关，就算是当今崇尚科学的社会，算命依然非常兴盛。我讲的算命是一个行业，大家熟知的算命如塔罗牌占卜、易经八卦、神社抽签，其实背后的商业逻辑都是一样的。我朋友有人在做塔罗牌占卜，1小时收费2000，一个月生意好一点可以到10几万，而且免开发票，所以根本不用报税。大一点的算命事业，经营一个网络 IP， 建立微信群、LINE 群组，入会费几万元，1对1咨询费用每小时起码5000起跳。当你咨询后，大师会告诉你有灾祸，想要改运的话，一个大师加持过改运水晶要价几十万，还是一堆人抢着当消费者。我来告诉你算命的商业逻辑是什么，算命到底为什么如此兴盛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对预测未来强烈的渴望，这是人性。在大部分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性是对我们生存有帮助的，帮助我们做更好的选择。举个例子，小明每天会去上班，那是因为人在上班前会在脑内做预测未来。小明知道随意翘班会被开除，所以小明才会去。如果小明没有预测未来，就会做当下最舒服的事情，例如躺在床上补眠，然后小明就被开除了。所以预测未来是对个体有帮助的。这种注意变成演化优势，导致对预测未来强烈的渴望变成人性。人性本身没有问题，但是当人性被有心人利用的时候，就变成弱点。我今天就来告诉你，算命的人是怎么踩着你们的弱点的。第一招，做出模棱两可的预言，然后用解释印证预言。例如木头姐预言，我们身处于一个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，过去的投资逻辑在现在的时代已经不适用了，未来科技公司即将崛起。这样的预言怎么解释都对，因为科技不断更迭，只会越来越强。但是不管未来谁崛起，何时崛起，木头姐讲的预言都会对。而且投资逻辑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，毕竟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第二招，广撒网。人们只会记得某一次不可思议的成功预言，忘记预言家其他的失败。例如印度神童爆火，因为他成功做出看似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预言。他成功预言2020全球瘟疫大爆发，你们不会记得他失败多少次。他说过2020有大地震，有海啸，有战争，这一些都不被人们记得。这一招就是累积很多小概率事件，增加自己预言的成功率。这样的行为我称为大话精，疯狂做不负责任的预言。如果你是博君一笑，娱乐大家，那倒无所谓。但是如果是为了骗钱，让大家把钱交给你，那就性质就非常恶劣。我绝对没有指名道姓在说哪位投资网红，大家心里有数就好。讲到这里，你们仔细想一想，算命跟技术分析是不是一样的？同样的目的都是做预测，意图用简单的征兆去预测未来，而且用的手段都一样。你会发现所谓的股市大师会用模棱两可的话术下套，然后在事后解释，或者有更恶劣的，买几百只股票，其中一只涨10倍，就对外宣称自己的选股能力。渴望知道未来是人性弱点，尤其扯上金钱的时候，人都会迫切的想知道未来，但是未来是不可能预测的。你问我台积电下礼拜还会不会涨，其实这跟问下周大乐透的号码是一样的，这两个问题都无法预测。技术分析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学习技术分析很简单，我可以用30分钟教会你如何看 K 线分析交易量，但是财报分析、基本分析非常困难，我要用30个小时，我都还只能讲入门的东西。轻松赚大钱，这是每个人都想要的。爱迪生说过，发明源自于需求。为了这种扭曲的需求，技术分析就诞生了。而且短线进出紧张刺激。从生理学上来说，
这样的感觉会让人成瘾，不可自拔。所以韭菜就彻底陷入做技术分析的泥潭，无法脱离。技术分析包含 K 线、筹码、外资、三大法人、主力、历史高点、历史低点、压力线、黄金交叉、死亡交叉这些方面。所以只要听到有人在讨论这些，赶快跑。有人一定要反驳我，可是身边明明有人做技术分析能赚钱，这些人可能就是某位大师、你的亲朋好友，甚至你自己。接下来我就会进入第二个主题，迷信。史奈金号称本世纪最大贡献的心理学家，做过无数极大贡献的实验，其中一个有名的实验，迷信的鸽子。首先他把鸽子养在特制的笼子里，这个笼子里面有一颗按钮，每按一下就会掉下一颗小饲料。过了一阵子后，所有的鸽子都学会按按钮来获取食物。之后他改变设计，每按一次按钮有10%的几率掉出饲料，所以按按钮不一定会掉饲料出来。之后观察鸽子的行为，发现鸽子产生一种奇怪的行为，有一只鸽子每次按按钮前都会原地转3圈，有一只按按钮前会原地跳3下，还有一只先撞墙再去按按钮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史奈金认为某一次那只鸽子在按按钮前原地转3圈，恰好那次食物掉了出来，所以那只鸽子永远记得那次成功的滋味。他已经把原地转3圈这个行为和成功取得食物之间归纳为因果关系，所以鸽子相信只要在按按钮前原地转3圈就会更容易取得食物。这种行为本质上跟佩戴幸运物、穿红色衣物操盘没什么两样。站在上帝视角，我们当然觉得这只鸽子很愚蠢。在过去，这样错误的因果关系误解造成很可怕或是可笑的结果，例如活人献祭与其余舞，他们认为杀死活人或是跳一场舞就会下雨，这样的行为在现代科学文明看来非常的愚蠢。但是仔细想一想，其实现代人并不比这些原始人聪明。在股市中，错误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可怕的。用了技术分析赚钱，其实不能证明技术分析有用。仔细想一想，技术分析跟你赚钱这两件事情有因果关系吗？就算你是用丢飞镖选股，都有可能赚大钱，那你会从此以后每次选股都丢飞镖吗？其实两者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敢断言，一旦有人做技术分析，某一次赚了钱，从此以后其他人说什么都没用了。这张画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，描绘圣经里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。我今天不是来传教的，我只是觉得这张图非常像描绘股市。宽阔的门看起来豪华，而且容易找到，大家都往那里走。技术分析教你怎么投机赚大钱，而且非常简单上手，却导向毁灭。真正的价值投资，外表寒酸又不起眼，很难被发现。但是你们不一样，你们很幸运，今天遇到了我会展示给你们看，那里有一道窄门。当然，愿不愿意走进来，就要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。我是小陈，希望你不要去碰技术分析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